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拿了4家偏偏。今天说一部不作死就不会死的电影《神秘家族》。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剧情，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女主角小白的几个技能。她的被动技能是单体沉默，只能对自己释放。所以电影的前半部分小白总是不说话。一技能是加速技能，能够提高小白100%的移动速度。所以电影里大部分时间小白一直在跑，而且动不动就给耐克打广告。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二技能是怒吼技能，通过尖叫降低周围敌方的攻击和防御，同时提高友方士气，这也是小白的常用技能。而小白的终极技能是时空穿越，每次要挂的时候就能通过释放大招回到团战开始全员存活的时候。好了，不扯淡了，我们开始说剧情吧。女主角小白是一个女高中生，年龄程度35了，还能演高中生。在一个下雨天的晚上，小白放学回家，突然被帅哥小黑搭讪。小白甜甜一笑，顺手挂了妈妈的电话。大家要记住，随便挂掉别人电话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何况来电话的还是你亲妈。本来以为是小清新爱情片，话锋一转就变成了犯罪片。小黑兽性大发，开始和小白玩起了我追你，如果我追到你，我就和你没羞没臊的游戏。小白释放了一技能开始跑，可惜他的意识非常不到位。小学生都知道遇到危险应该往人多的地方跑，小白居然非要往小树林里钻，你说这不是作死是啥？而且按照恐怖片剧本的通用套路，这时候小白肯定会摔一跤。我说什么来着？然后小白就被小黑给那啥了，也是搞不懂小黑长这么帅，还说找不到女朋友吗？何必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呢？小白正要释放二技能尖叫，结果被小黑捂住了嘴，打断了施法。这时候小白的妈妈和弟弟路过，以为草丛里只是一对小情侣在解决生理需求，所以连眼都没插，就这么走开了。眼睁睁的看着家人见死不救的小白，心态瞬间爆炸，大喊一句：我要打野，不给就送。小白从此就有了心理阴影，再也没有跟家里人说过一句话。就这样到了平安夜这一天的早上，小白背上书包去上学。临走的时候，妈妈、爸爸和弟弟都让小白早点回家吃顿团圆饭。下午5点，小白结束了训练，同伴告诫他最近外面有坏人出没，让他一个人小心一点。小白虽然只是青铜段位，但是毕竟是一只倔强的青铜，不但不在塔下猥琐发育，还非要一个人出去浪。我的意思是说，小白没有回家，冒着大雨又跑了半个小时，然后一个人来到了庙会上，果不其然又被小黑跟踪了，然后又挂了妈妈的电话。第二次接起电话，妈妈说让他现在千万别回家。小白挂了电话，发现小黑没有继续跟踪自己，毕竟庙会上这么多人也没法下手是吧？但是小白不但没有点回城，居然还作死反过来追起了小黑，一直追进了一条没人的小巷子里。偏偏实在无法理解这种送人头的行为，小白打110报警，居然占线了，这应该是警察叔叔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吧？按照恐怖片剧本的通用套路，遇到危险手机要么没信号，要么没电。果然110刚打通，手机就关机了。小黑从巷子里冲出来，又开始追小白。慌乱中的小白开始乱放技能，一边跑一边尖叫，又往小树林里钻。路上还被树枝划伤了脖子。等回到家的时候，已经6点半了。小白发现弟弟被小黑砍伤了脖子，小黑还捅死了爸爸。妈妈把小白推出了门，和小黑纠缠。然后屋里一声爆炸，嘣！小白又穿越回了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没错，这就是小白的终极大招时空穿越了。既然已经知道了今天晚上全家都会被杀，小白没有继续跑步，而是直接往家跑。路过小树林的时候躲过了树枝，然而来到家门口却被玫瑰花划伤了脖子。难道结局注定是无法改变的吗？小白来到地下室，发现家人已经制服了小黑。小白要求家里人报警，但是遭到了爸妈的反对。这时候小黑逃走了，一家人又作死出去找小黑，然后再次一个接一个的被小黑反杀。小白再次启动大招，回到了下午5点。这次他直接抢过了同学的手机，打车回家，在车上打电话告诉家人，让他们绑好小黑。回到家以后，小白告诉大家自己已经预见到今天晚上全家人都会被小黑杀死，所以恳求大家一起离开家躲一躲，然后把绑好的小黑扔在地下室里，一家4口就开着车上路了。半路上因为超速遇到了警察，小白对警察说自己家地下室现在绑着一个杀人犯，他预见到了今天晚上全家人都会被这个人杀死。警察当然以为小白是个神经病，为了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小白开始打警车，果然让警察更加确定了小白就是个神经病。通过一段闪回，我们终于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妈妈对于没能阻止女儿被小黑强奸这件事非常愧疚，因为小白一直拒绝说话，导致官司也没打赢，让小黑继续逍遥法外，所以妈妈就开车撞晕了小黑，把他绑回了家。这也正是爸妈阻止小白报警的原因。闪回结束以后，弟弟发现小白脖子上又出现了一道伤痕，然后果不其然，妈妈、爸爸和弟弟又一次一个接一个的被杀，小白也被小黑开车撞上了天。我要飞得更高。相信大家也猜到了，小白再次释放大招，回到了下午5点的时候，但是这次他没有在学校，而是直接出现在家门口。一家4口和和气气的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爸爸妈妈和弟弟就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估计编剧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收场，所以安排了一个操着一口河南方言的老奶奶给小白以及观众解释剧情。人呐，不要把自己永远的关起来，该放的要把它放出来，这样对你也好，对你的家人更好。原来在1年前的平安夜晚上，小白的家人为了给小白报仇，抓住了小黑，但是却被小黑一个接一个的反杀。妈妈为了保护即将回到家的小白，点燃了油桶引发爆炸，和小黑同归于尽。由于对亲人的愧疚之情，小白的内心世界一直在这一个晚上无限循环。故事的结局当然是小白打开心结，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向着美好的未来大步奔跑，并且继续给耐克打广告。我说你们这些个拍电影的打起广告来怎么比我还硬啊？哎，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很多道理，比如团战之前要猥琐发育别浪，比如草丛里说不定就有你的队友等着被你救，比如满级6神中的人民币玩家是可以1 v 4的，比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妈妈和弟弟坑了小白1次，小白心态爆炸坑了全家无数次。要是遇到这种猪队友就赶紧投了吧，毕竟打一场游戏的时间都能看好几个片片的视频了是吧？拜了个拜。